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是秦王府的王妃，我是当家主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你们不能这么对我！秦王妃今日已经死了。秦王明日就会迎娶新的王妃，而秦王府未来的女主人只能是我，孙心慈。孙心慈，怎么会是你？我可是你亲姐姐，我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能背叛我？你凭什么背叛我？背叛？大姐姐，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要不是为了拿到凤阳侯府，我恨不得带你的血，食你的肉。就和你母亲一样。我母亲？没错。你母亲是我母亲杀的，你被所有人厌弃，也是我设计的。而王爷娶你，也不过是为了让你主动放弃爵位，拿到凤阳侯府。动手吧。元朝，你不得好死！元朝，放开我！把我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我！我叫沈慧安，是凤阳侯府沈家的嫡小姐。16岁那年母亲病死，2年后追娶父亲迎万世继母。我在万世继母的引导下，对心仪的李云长百般追求，不惜放弃爵位成婚。没想到却是他们精心设计的阴谋，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小姐，小姐，你终于醒了！你刚刚突然晕倒，吓死我了！小姐，这不是凤阳侯府吗？我怎么会在这儿？姑娘。哎呀，姑娘怎么还在床上坐着呢？那外室母女马上就要进门了，你得赶快起来去前厅去了。外室母女进门？您答应老爷，允许杜美坑和孙心慈那对外室母女今天进门，您忘了吗？我这是重生了，重生到追娶父亲，要将那对外室母女接进门的那天。这一定是上天给我的机会，一切能够重来，那么这一世，我一定要向这对虚伪的母女讨回公道。说的是呢。大姐姐，安娘，你来啦！可一听说你前几日不小心落水了，这好端端的怎么会落水呢？来，快让柯姨看看有没有受伤啊！安娘，怎么这么看着柯姨啊？是柯姨哪里做的不对吗？啊？许是因为刚刚睡醒，还有些发懵罢了。哦，那就好。哦，对了，柯姨给你准备了礼物，心慈，快拿来。
安娘，你看看，你喜不喜欢？钢制的鞭子，一边可拔人血肉，两边能要人性命。上辈子杜美珂先是诱导我李云长对我有意，后又利用这条鞭子散播我暴虐残忍的名声，招致我被所有人厌弃。好漂亮的鞭子，安娘很喜欢。谢谢柯姨娘，姨娘真懂惠安的心呐。姨娘？啊？安娘，不是一直都称呼我为柯姨吗？怎么突然就叫姨娘了？现如今柯姨进了府，难道不该换一声姨娘吗？还是说父亲没打算让您做姨娘，准备让您做通房？父亲，虽说柯姨娘做了您10几年的外室，有些上不得台面，可她毕竟是尚书府的嫡女，你再看不上她，也不能让她做通房啊。你听谁说的？我要让她做通房啊？不做通房，难不成做正经夫人啊？惠安啊，你看，你柯姨这些年为了我，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啊。我看这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日将你柯姨抬进门，你呢和以往一样，换作柯姨，下人们换成夫人。夫人，这一没过聘，二没拜堂的，生的女儿快和我这个正经嫡女这么大了，父亲莫不是忘了，这侯府姓沈不姓孙，也只会有我母亲一位当家主母。还是说我母亲不过过世2年，父亲便着急当着侯府的主人？沈惠安，你怎么这样跟父亲说话呢？父亲，惠安也是为了父亲好，这赘婿纳妾本就容易招人闲话，再大办特办的，就算父亲不怕传出去让人笑话，难道不怕沈氏旧部听了不高兴吗？沈家是将门世家，军中威望极深，安娘又是凤阳侯爵位的唯一继承人选，她若告状，军中旧部和皇家一定不会坐视不管。那你说怎么办？哼，杜美珂，你不是拼了命想进府当夫人，这次我是让你好好当个狗。这些年，父亲一直因为我母亲的原因才没有纳妾，可毕竟母亲已经过世2年多了，柯姨娘又对父亲感情深厚，不在意名分，那我们侯府自然也是不在意台面的问题。不如我们今日就全了这礼数，正式抬柯姨回姨娘吧。不行，我娘怎么能做姨娘呢？你们不同意，可是担心太后那边。放心，太后是我母亲的养母，只要安娘去说一句，太后一定会同意抬柯姨为姨娘的。你是说你要跟太后娘娘去告状？你是说你要跟太后娘娘去告状？柯姨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是一家人，只要柯姨和父亲需要的话，安娘去递个牌子又有何妨呢？惠安啊，那就按你说的办。太后她老人家身体有恙，就不讨烦了。父亲能想开，安娘自然不会拿小事再去烦太后娘娘，父亲放心吧。老爷，父亲已经抬柯姨为姨娘了，姨娘难道不高兴吗？姨娘这是什么表情？姨娘真的不开心啊？安娘，我谢谢你，我可真是太开心了。柯姨娘以后还是唤我大姑娘吧，府内的下人都这么喊。你说什么？你说我是下人？相比较我这个正统嫡女，难道姨娘不算下人吗？你，老爷！哎呀，行了。柯姨娘还有你金丝妹妹今日都累了，管家，这院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赶紧带他俩下去休息吧。慢着，既然今日已经确定了柯姨娘的身份，不如我们就趁现在全了这礼数吧。
方嬷嬷在。啊！沈清啊！沈慧安，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姨娘还不赶紧跪下，给夫人敬茶。夫人等您这盏茶可都等了10几年了。杜梅可，这府中都是母亲之前留下来的，只要你今天摔了这茶盏，今后你就别想在这府中待下去了。哼！柯姨娘，请吧。老爷，柯姨娘，沈慧安，你别太过分。过分？我现在请的是侯府的主人，沈家的当家主母，我的母亲沈清。她一个妾室想要登堂入室，给我母亲敬杯茶，不过分吧？我在外10多年，就是不想让那个女人压在我头上。现在好不容易弄死那个女人，我却还要给她敬茶。柯姨娘，请夫人用茶。既然我母亲已故，那这杯茶便由我代饮。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娘！你干什么？你疯了吗？你踏着我娘！不过是一个低贱妾室生的庶女，也敢这么同我说话？沈慧安，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怎么？爹爹要当着母亲的面和我动手？爹！行了，你没看见你娘受伤了吗？赶紧扶她去上药，赶紧去呀！慢着。二妹妹的母亲应该是我娘亲才对，怎么能让她叫柯姨娘母亲呢？再说了，今日这礼数还没走完呢，不如把礼数走完了再下去抹药吧。再添些茶。请夫人用茶。这样总行了吧？小慈，扶你娘，扶你姨娘去用药。今日我才真正认识到大姑娘。大姑娘好手段，是如此年少气盛，锋芒毕露，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姨娘见笑了，姨娘这不也锋芒毕露了吗？
娘，你刚为什么不让我找爹爹哭诉？你看沈慧那副嘴脸，他都快踩我脸上了。行了，那小蹄子有太后做靠山，你去找你爹哭有什么用？那怎么办？那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被他欺负吧？他孙熙祥虽然是个赘婿，但是仪表堂堂，且有功名在身。不管怎么样，咱们好歹也是住进了这侯府，而且你素有才女之名。小慈，等你找机会跟着沈慧安多认识一些贵妇人，等你得到了那些人的赏识，到最后谁说的算，还不一定呢。姑娘，杜美科正指挥下人在院里搬东西呢，看样子呀是打算常住了。这杜氏比老奴想的还沉得住气。他们都忍了10几年了，受这点委屈算什么？那杜美科是不是还整天逼孙新慈练那什么扶摇曲？是啊，老爷先前还专门找了关系将他送入国子监，就为了经营他那个才女的名分，也不想想哪家才女会弹扶摇曲这种勾栏曲子。哼，前世我作为侯府继承人，本是最应该进到国子监的，可我为了嫁给李云畅，非但没有进国子监进阶学业积攒人脉，反而成了众人眼中的草包。辛苦嬷嬷，把我之前练字的字帖、琴棋都搬出来吧。国子监要开园了，我也要勤加练习才是。姑娘，你要进国子监？我是要继承侯府的，自然要进国子监。先前姑娘被那杜氏教唆，非但不愿进国子监，反而追到那个三皇子身后。还好姑娘及时想通。好，姑娘，老奴这就去办。等等啊！过几日东征大军凯旋，你帮我给安姨带个信，就说那日我要在京中设宴，邀请他们前来观礼。您是说安华夫人？姑娘，安华夫人是夫人的闺中密友，打从夫人去世之后就很少来往，您这时候请安华夫人做什么？京中夫人以安姨为尊，那孙新慈想要做我侯府小姐的位置，就定要过安姨这关。与其被他们背后算计，倒不如主动把机会交给他们。就是这机会，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把握住。老奴这就去办。杜美科、孙新慈，这时有我这个侯府嫡女在，你们不仅得不到侯爷的疼爱，还要为我母亲的死血债血偿。快请，入座吧。大姐姐，你过来干什么？今天可是关将军班师回朝的大日子，怎么姐姐来的，我就来不得？姑娘，安华夫人他们就要到了，可这……你想跟着便跟着吧，切莫惹出祸端，别怪我没提醒。哼，不过就是一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贱人，装什么高贵？等我得了安华夫人的赏识，要你好看！安华夫人到！惠安见过安姨，安姨近来可好？安好，安好，这才多长时间不见，你变这般大了。倒是惠安的不是了，许久没给安姨请安。快跟惠姐姐打个招呼。快些请起。新慈也给夫人请安了，夫人这般漂亮，之前怎么没有听姐姐提起过？你是？
这是我妹妹孙新慈。妹妹？你父亲母亲不就只有你一个女儿吗？这哪来的妹妹啊？是我父亲亲生的，前2日刚跟着自己的外室母亲进门的亲妹妹。天哪，这是外室生的呀，还这么大，那岂不是沈静和他夫君还恩爱的时候就有了？哎，那孙大人还自诩清流呢，哼，当真是人不可貌相啊！这沈氏才去世多久，竟然就敢带回家了，这未免也太不要脸吧！该死的沈慧儿，竟然给我来这招！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你也不能如此编排我吧？我怎么编排你了？母亲虽然未与父亲入府，但也是正儿八经拜了堂的。那你的意思是，父亲骗了你们？你娘是正房娘子，他却把你养在府外？不是，既不是的话，那便是你自愿的。若是你娘自愿的话，这叫无媒苟合。你妹妹怎么还在说我编排呢？沈慧儿，你故意羞辱我！实话实说罢了，怎么能叫羞辱呢？你好了好了，大家都出来玩的，就别提这些不高兴的事了。哎，阿姨，前些日子听说您得了一把好琴呢，什么时候拿给我们看看？嗨，我哪会弹呢？是我家小女。夫人，说起琴来，我对琴也颇有些研究。母亲天天逼我在家里练，若是夫人喜欢，我给您弹一曲。既然新子有心，那就弹一首好了。安夫人快请。好你个孙新慈，我本以礼待你，你竟这般羞辱我！从今往后，你休想踏进安家大门！这种勾栏小曲也配在我们面前弹奏？真当我们和他那个上不了台面的娘一样吗？外室生的就是外室生的，勾栏做派，弹这种勾引男人的曲子，一点也上不得台面。阿姨莫要生气了，算算时辰，关将军应该也快到了，您先上阁楼吧。不可能，夫人，夫人，夫人，听我解释，夫人，你们听我解释啊，夫人。沈慧儿，是你在背后捣鬼是不是？怎么又成我搞鬼了？偏要跟过来又想出风头的人不是你吗？安华夫人刚刚还好好的，要不是你对她说了什么，她怎么会突然变脸？你难道看不出来，刚才安夫人想给自己小女儿表现的机会吗？你抢着出风头也就罢了，你难道不知道安夫人当年喜欢的人便是被你弹奏的这首扶摇曲给现场勾走的？是吧？关将军来了，关将军来了！李元朝，他怎么在这里？好一个翩翩公子，好一个少年将军。好帅啊！真是英姿飒爽啊！
参见秦王殿下。关将军征战辛苦了，关将军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现奉关将军为杀死关云鹤，为陛下报仇！东江的勇士们，杀！安夫人，此地不宜久留，快走！再待在这里恐会被牵连，你赶紧离开这里！你不能走，我是跟你一起来的。随便你。血锁天地，变一散成黄。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比银枪的锋芒，射四方的喧哗，是与非似莫似幻。麦哥，你练得怎么样？太好了！不愧是我的外孙女，巾帼不让须眉，未来可能成为一个女将军，也说不定啊！是他将门之后，倒有胆色。若方才没有及时离开，此刻我真刀下鬼了。小心！是你，沈惠安，何时会的鞭子？姐姐，姐姐，你这也太残忍了吧！残忍啊！那不如就找个东江人把你掳走，剁碎了喂狗，如何？沈家姑娘，二姑娘也是为了你的名声着想，你何必如此出言侮辱？我庶妹是非不分也就罢了，怎么殿下也帮着东江人说话？你不怕让百姓听了去遭人非议啊？你怎么感觉沈惠安好似变了？明明前些日子对我执着深情，怎么今日？这可是秦王，绝不能让沈惠安得了他的眼。秦王殿下，孙心慈，上辈子便不知廉耻，今生果然还是如此。哎呀，二妹妹，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啊！你要是出了事，我要怎么向父亲交代呢？你快醒醒啊，千万不能出事！吓死我了！这个贱人，她一定是故意的。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我求你，你不要杀我。
哼！沈大姑娘，你这是在做什么？大姐姐，我知道你记恨我，在安华夫人面前抢了你的光彩，但琴艺是我自幼学的，我求你不要杀我。岂有此理！沈慧安，你自己不学无术，还想贬低庶妹，凤阳侯府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一个歹毒的嫡女啊？歹毒？若非我刚刚出手相救，二妹妹恐怕还在这昏迷不醒呢。她哪是救我，分明就是要掐死我。妹妹若不是装晕的话，怎知我出手多重啊？再说，你刚刚说我记恨你出了风头，那不如把权贵夫人叫回来问问，你是如何在夫人面前弹奏靡靡之音，将夫人们气走的？靡靡之音？秦王殿下，你相信我。启禀殿下，贼子已尽数拿下，只是很多夫人小姐都出了事，安华夫人也受了重伤。跟我走。哼！沈慧安，你居然在秦王殿下面前如此污蔑我！污蔑？收起你那些小心思，今日之事，我便不与你计较，再有下次，我定不会饶过你。谁饶了谁还不一定呢。哼！秦城，姑娘，没事吧？没事。老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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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啊！许是当时大姑娘肯定吓坏了，所以才会丢下二妹妹，拉着方嬷嬷一个人逃跑的。魏源，出来！啊，大姑娘，哎呀，都怪我没有把话说清楚，让老爷误会了。不如我们进屋，坐下来慢慢谈，好吗？坐下来慢慢谈。只怕到时外人只记得柯姨娘在院中喊的话，倒是没人在意真相。真相？那我问你，今日你二妹妹受到了惊吓，这是千真万确的吧？难道你还想说她装病不成？看来爹爹对阿娘有误会。既如此，那我们现在就好好掰扯掰扯今日的事。嬷嬷，去把大家都叫过来。是。当着下人的面掰扯清楚，我还怎么做视他恶毒的名声？哎，老爷，大姑娘今儿也受了累，还是让她好好歇着，改日我们再来谈。走吧走吧。姨娘别走啊，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这万一日后让外人嚼了舌头怎么办？爹爹，请。好，安娘说的对，咱们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安娘，我问你，今日东江人作乱之时，我怎么听说你只护着身边这个嬷嬷，而不顾你二妹的死活？回父亲，今日在长阴楼，是女儿护着二妹妹到关将军面前才得以脱险。父亲若是不信的话，大可以去问关将军。关将军是东征军的英雄，总不至于骗父亲。伺候小慈的丫头说，看见大姑娘只拉了方嬷嬷一个人往前跑，是小慈见大姑娘跑开了，这才追上了大姑娘。姨娘的意思是我故意撇下二妹妹不管，可是今日很多人都看到我救二妹妹了，我若真是有心害二妹妹的话，在她追上来时，我大不了一脚将她踹开就是了。你柯姨娘，人在做天在看，这做人呢，还是留点德的好，要是太黑心的话，是会遭报应的。是会遭报应的。
我就说嘛，当时太慌乱了，定是那丫头没看清楚，没护好主子，回来还乱嚼舌根。等我回去，定好好罚她，也还大姑娘一个公道。你看这样总行了吧？父亲，今日若非安娘辩解，父亲可真就信了女儿是这般恶毒之人。今日安宁拼死护住二妹妹，就连二妹妹受惊过度晕倒都是我救的。安宁这般如此，竟还遭到坏心之人说道，要是母亲在的话，定不会这般折辱安娘。主母死得早，姑娘没人照顾就算了，老爷还这般对姑娘，姑娘可真可怜，都怪这黑心的，要不是他暗中作妖，姑娘会成这样吗？早知道就不该让他进门的，看他还敢不敢这么猖狂。就是，还好意思说旧，新慈身上那些青紫的痕迹，还没找你算账。哎呦，大姑娘，你可别哭了。你父亲他可没这个意思，这中间啊一定是有误会。这要不是大姑娘，恐怕小慈他。姨娘，谢谢你，姨娘就是当牛做马，也愿意还了此恩。安娘不要姨娘当牛做马，比起新慈，也是我亲妹妹。若是姨娘和爹爹真的对我有亏，就送我去国子监上学吧。国子监？不行！姨娘情绪这般激动做什么？我本来就是这凤阳侯府的嫡女，去国子监不是应该的吗？哪轮到姨娘不同意？还是说，当初姨娘进府时说会好好对安娘，都是假的？真的假的啊？我的天啊！哎呦，大姑娘，你说的这是哪里的话？那国子监又苦又累的，你如此娇气，肯定吃不了那儿的苦。姨娘啊，都是为了你好。那为何二妹妹要进去吃苦啊？哎呦，你二妹妹她……哎呦，你二妹妹自然出身比不过你，所以送进国子监吃苦也是好的。原来是这样，姨娘是真的为了安娘好。只是这庶出进得了国子监，这正经嫡女却进不了。上外人说去，还以为是父亲偏爱庶出，苛待了嫡女呢。这怎么会嘛？哈哈，这个安娘，你本就是我侯府的嫡女，也理应进入国子监。等过2日吧，过2日，父亲亲自安排你进国子监，怎么样？当然是好的。对了，爹爹，今日在长音楼外，二妹妹因为受惊过度晕倒，碰巧就倒在了秦王殿下的怀里，还好能及时阻止，这才没让二妹妹坏了名声。你说什么？新慈摔进了秦王的怀里？是啊，爹爹，虽说当时情况特殊，事属从权吧，但这毕竟对二妹的名声不好。说是安娘啊，这宁愿倒在地上，也万万不能扑倒在万人的怀里啊。哎呀，还是安娘，你想得周到啊！哈哈，这个今日是父亲委屈了你啊。这样，你进入国子监的事儿，父亲马上就办啊。谢谢爹爹。我还有事儿，我呢就先走了啊。哈哈哈哈哈哈。柯姨娘也请早些回吧，阿娘还要忙碌国子监的事情，就不与姨娘闲叙了。安娘如此用功上进，就只是那国子监都是青年才俊，安娘向来无心学艺。可定要好好努力，千万别辱没了凤阳侯府的名声。这就不劳姨娘费心了。
姑娘，从前您谦虚低调，那外师竟真的以为您胸无一点墨。若是姑娘反其进取，才女之名怎么会轮到那孙新慈去？我要的从来都不是那才女的虚名，我要的是整个凤阳侯府。过几日，文学泰斗泰山大师会来国子监，你悄悄的去帮我买几幅泰山大师的真迹给我临摹，切记低调，切勿让人发现。是。泰山大师与皇上有恩，在皇上心中分量极重。前世孙新慈便是仗着在国子监大出风采，成了大师的关门弟子，进了皇家内司，掌诏命，敬天子。这时我要先他一步走这个青云路。老爷，新慈年纪小，眼皮子浅，不懂事，难道你也不长脑子吗？好不容易才让安娘爱上李云长，你想让这件事功亏一篑吗？老爷，我冤枉啊！老爷，新慈那么优秀，难免那李云长被我们新慈所吸引到啊！我不管，反正安娘嫁出侯府这件事不得有误。这中间要是出了什么差错，哼，我唯你是问。哼，老爷，老爷，母亲，发生何事了？父亲为何是那么大脾气？你还好意思说？我问你，你和那亲王到底怎么回事？我跟他没什么呀，我就是不小心摔进了他的怀里而已。不小心？哎呦，你这一不小心就把那个沈惠安摔进国子监去了。国子监他不是无心学习吗？难不成那草包准备承袭侯府了？哼，那也得他有那个本事才行。他沈惠安再有心机，也比不过你有才女之名。不过也好，等他进国子监，刚好做你的陪衬。母亲说的对，我在国子监，那可是连夫子都称赞的才华。那草包跟着我进去，也只能衬托我的好。这就是女子监，上辈子杜美科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劝我放弃入学，早日成婚相夫教子，我竟真信了他。好，射得好！关云鹤怎么在这儿？听说关将军凯旋回京，皇上特命他暂代国子监武科的教习。是了，关云鹤是东征的大英雄，很得皇上器重。可也正是因为身后吴宗亲的支持，前世关云鹤在朝堂上处处掣肘。哇，好，关将军神射啊！这准头我们一辈子也赶不上啊！关将军可是在战场上杀过敌的人，咱们这些书生怎能比？好劲的功夫，不愧是上过战场的人。不好，箭射偏了，小心！天，好利落的功夫！这姑娘是谁？之前从未在国子监见过。是她。沈大姑娘好鞭法，一鞭便可将那剑士击落，可见功力深厚。关将军谬赞，比起关将军的战场杀敌，我这点小伎俩不值一提。竟然是沈惠安，沈家大姑娘不学无术，只会跟在秦王身后的草包。沈大姑娘鞭术了得，射箭想必也不会差。要不要试试？
可我从未学过射箭。不试试怎么知道？沈大姑娘自幼便是演武场中年轻一辈的佼佼者，何须妄自菲薄？什么？关将军说沈姑娘原本是练武奇才，怎么可能？可关将军从不说假话，难道是真的？他在帮我说话。可以试一下。肩要沉，肘要平，眼要准，弓拉开时气息下沉，不可浮躁。他离得太近了。就现在，现在放。哇，好，中了，好！大姑娘不愧是将门之后，看来传闻不实啊！大姑娘哪是什么草包，分明是练武奇才。没错，这剑术，初学者怎么可能做到？这不知奇才是什么？此所谓君子不器。哦，原来夫子是这个意思啊！殿下说的是。好，中了！关将军竟和那女子如此亲近，那女子是谁？放！那是沈惠安。沈惠安何时会射箭了？沈惠安，就是沈家那个跋扈嫡女，果然是个不正经，竟敢当众与关将军拉拉扯扯。哼！这里可是国子监，光会点武术怎么行？要真才实学。我相信沈大姑娘除了武力高强以外，文采必然也是高人一等。姑娘，请吧。郡主，你有所不知，我家大姐姐不止武艺非凡，还有些文采，颇得一些世家公子喜欢。大姐姐何时来的？怎么也不告诉妹妹一声？我大姐姐自幼习武，一手边技出神入化，能把家里的小厮抽得皮开肉绽，这区射箭又能算得了什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凤阳侯府那个只会舞刀弄枪的嫡女，看她射箭那个样子，便知在府中就不少欺负下人。这位嫡女之前不是不屑来咱国子监吗？今日又来这里做什么？大家误会了，我姐姐之所以不来国子监，并非她是个草包，而是我大姐姐实在太有文采了。沈惠安有文采，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众人都知沈惠安不学无术，整日跟在秦王殿下身后，哪有文采？新慈啊，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在府中被他百般欺负。大姐姐，我真的尽力了，但你是草包这事，我是真的瞒不住了。你说我是草包，你还想抵赖？江红玉，江家最受宠的名下眷属，孙新慈的表姐，也是权贵小姐们中的标杆。前世孙新慈便是在江红玉面前编排我，导致我在小姐中名声极差。哼，我沈惠安3岁识字，9岁念诗，7岁便跟着外公习武练鞭，10岁便能背完《论语》《孟子》。外公在世时曾言，我虽不才，却也当得起文武双全4个字。怎的在郡主口中，我就成了不学无术的废柴？文武双全都是别人说的，你怎么自己吹嘘？比如关将军打败东乡蛮夷，战功赫赫，都在做亲眼所见，不像你空口白话。
就是大姐姐，你就算再要面子，也不能胡编乱造吧？说我胡编乱造，你的才女之名又有几分真的？仙慈可是咱们国子监的大才，一曲凤求凰，惊艳众人，连前一教习都赞不绝口。还有他那幅寒梅图，夫子说早已有大家风范，准备让泰山大师收他为徒呢。哼！等仙慈成了泰山大师的徒弟之后，可就要进皇家内司，到时进天子，掌招命。到时候可不是你一个落魄嫡女能攀比得了的。天哪，那可是皇家内司。是啊。确定泰山大师要收二妹妹为徒？泰山大师是我朝的文学态度，向来只看真才实学，尤其画作，非旷世遗作绝不夸赞。二妹妹，你确定你的画能入得了大师的眼？大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的画不行，你的就行吗？既然如此，可敢与我当众比试一场，看看到底谁有这个真才实学，如何？贱人，敢当众讽刺我，看我把你踩在脚下！大姐姐不说话了，该不会是不敢了吧？我有什么不敢的？既是因为泰山大师起的争执，那我们就比泰山大师最擅长的楼阁界画。听这意思，他也会画了。楼阁界画，那可是泰山大师最擅长的画作，便是国子监的夫子们也未能学成一二。沈慧安，你不通文墨，上来就要比试界画，实在有些不自量力了。大姐姐，我知道你想逞能，可这界画是最考究功底，就是妹妹我也不敢口出狂言。少说废话，你到底比不比？既然大姐姐执意要比，那妹妹只好奉陪了。就以藏经阁为题，一炷香为限，你我各画一幅楼阁界画，请诸位同窗麻烦做个见证。好，没问题。好，行，好，我们在这儿就来做个见证。楼阁界画可是我为了泰山大师苦练很久的拿手好戏，今日只要我胜出，我就有机会成为泰山大师的弟子，进皇家内司，而你沈慧安就等着被我踩在脚下。请二位开始。哇，画的真不错啊！二姑娘不愧是国子监第一才女，这手笔确实精妙绝伦，线条流畅工整，就算是教习也不过这个水平了吧？不知道沈大小姐画的如何？什么呀这是？我以为沈姑娘有多大的本事呢，哼，结果就这。这什么鬼画符啊！不打基础直接上色，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正儿八经来比试的呢。果然是徒有其表。方才那一剑，怕也只是凑巧罢了。我看也是。这不像是鬼画符，反倒像是双面画。双面画的技艺，便是丹青高手也未必能及。
沈慧安不过18的年纪，这可能吗？拜见见大师。你们继续。大师，那位便是我向你引荐的国子监才女孙新慈。你看她的画，线条工整，布局严谨，获得界画三昧啊！确实，小年纪，此等丹青，颇有造诣。这线条看似杂乱无章，却好似在某个角度隐约显出了楼阁的轮廓。这是……时辰到，请二位停笔。楼阁界画可是我为了泰山大师苦练了很久的拿手好戏，今日只要我胜出，我就有机会成为泰山大师的弟子，进皇家内司。而你沈慧安就等着被我踩在脚下。这是藏经阁！天啊，那窗子里的人影是怎么画出来的？新慈这手笔啊，想必是国子监的丹青教习，也未必比得上的。郡主谬赞了，我也只是自小苦练，小有所成罢了，得不到如此夸赞。哎，大姐姐，你的画作呢？你给大家展示展示。哎，大姐姐，你的画作呢？你给大家展示展示。还需要比吗？沈慧安肯定输了呀，想必此画也燃入了泰山大师的法眼。大师，您说呢？见过大师，一直只听见大师的名字，从未见过大师，今日也算是得愿以偿了。老夫今日前来，却为了收徒一事，恰巧遇到你们在比试老夫的楼阁界画，因此没有出声打扰。你就是周夫子口中的国子监才女孙新慈？正是小女。不错，这画线条流畅，不失法度，尤其是那窗棂间的人影，虚实相生，确有大家风范。新慈，你这幅画比之3月前进步何止千里啊！多谢大师和夫子谬赞，小女子愧不敢当。不但有才，还懂得礼数，这姑娘真的不错。至于沈姑娘的话，这什么？这不就鬼画符吗？还没有我3岁的直图的好看呢。如此潦草，画什么呢？这是。刚才你信誓旦旦，还以为你真有2把刷子，没想到啊，你画画竟是这副德行。这画也并非一无是处，你看这线条，隐约间有些风骨，可见沈大小姐也是用心的。只是比起二小姐的话，确实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儿。大姐姐，我早就说了你不通文墨，你这样丢侯府的脸，回去又该被爹爹说了。大师、夫子，不如等我先介绍一下这幅画，你们再做评价，如何？我的这幅画呢，叫双面藏经阁，可能正面看起来确实平平无奇，但若把它翻一面，什么？这说是有2面啊！
好这怎么回事？这妹妹竟然还有这么厉害！我从未见她放过纸砚，她怎么可能做出双面画作？沈慧安，这真是你所做？这的确是双面画作。这笔触，这意境，怕是老夫也难做到啊。确实啊。姑娘，你多大了？回大师，小女今年18岁。才18岁就有这种画功，太可怕了吧！这18岁便能画出双面画，这不是才女，这是什么？先前还以为大姑娘自称文武双全，全是吹嘘，现在看来完全是谦虚啊！不可能，她就是个草包，她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画作？她作弊了，她一定是作弊了。这画一定是让提前准备好的。对啊，这肯定是假的。沈慧安，亏我让心思跟你画作，没想到你竟如此造假，做出如此有辱侯府门风之事。大姐姐，国子监是正经皇家学院，你就算再想出风头，也不能当众作弊，如此丢我们侯府的脸吧？哼，我倒是不知道，这侯府什么时候成你们的了？大姐姐，你当着众多学子的面还要如此抵赖吗？关将军，你可是东征的大英雄，应该是最看不惯如此弄虚作假之事。我今日就算是大义灭亲，也不能再如此袒护他了。你是说大姑娘作弊？没错，大姑娘作画是当着所有学子的面，试问她要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假画调包？也许他是趁太上大师来时偷偷调换的。那依你所言，大姑娘调包的画作应该就藏在身上，现场搜索的话，一定可以把假画搜出来。但如果搜不出来假画呢？我也只是猜测，就没有说大姐姐一定调换了。倒是关将军你如此袒护我大姐姐，不知道还以为你俩有私情呢。有私情？有私情？这年头私情可是大罪啊，进猪笼的。本将军除了回城的那一日，今日是和大姑娘相见的第二次，咋就有私情？倒是二姑娘如此信口雌黄，那之前编排大姑娘的话，也没多少是真的吧？没错，我一直盯着沈慧安姑娘作画，从未见她偷换，怎么可能作假？孙兴慈说这话，明显是输了，想要倒打一耙。怎么没看出来他是如此卑鄙小人呢？如此胸怀，然成大器啊！心思，这是怎么回事？郡主，我怎么会故意陷害姐姐呢？她可是我亲姐姐，我就是怕姐姐她这刚来，关将军就如此怜惜她，我怕什么？我就怕姐姐不喜欢齐王殿下，改为纠缠关将军，那关将军的一世英名可就毁了。岂有此理！关将军是东征的大英雄，岂是他沈慧安可以攀附的？他自己声名狼藉也就罢了，休想拉扯关将军。才学一道，琴棋书画自然是样样都要看到。虽然你作画赢了妹妹，怎么能说你的才学高于她呢？你敢不敢再与她比一次？那就依郡主的意思，我们还要比点什么？比什么？当然就比心思最擅长的呀。比弹琴，如何？比弹琴，如何？你敢吗？扶摇曲上不了台面，我可是刻苦练了其他曲子，就为了在学子面前展示。沈慧安，
你完蛋了！哼，随你。大师，小女献丑了。好。不错呀。这是广陵散，此曲极难驾驭，二姑娘能弹到如此地步，已属不易了。没错，这指法，这气韵，已经比肩教习了。好，大姑娘真乃神人，此曲弹的宛若天上仙音。广陵散心思都弹到这个地步了，你沈慧安拿什么比呀？二妹妹弹完了，那便该轮到我了。这是你这是干嘛？装神弄鬼干什么？大姑娘这丹青技艺高超，但是这琴艺却比二姑娘差了很多。这这是塞外曲，这曲子气势磅礴，指法极难，难以驾驭，已经很多年没有人演绎了。大姑娘，你竟然会弹奏塞外曲，这塞外曲可比广陵散难了不是一星半点。这下孙希才比什么？乖乖把第一才女让给大姑娘，大姑娘完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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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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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这个贱人，竟然会拿高难度的塞外曲！沈慧安不光会双面画，甚至连琴技都这么厉害。以前我怎么不知道沈慧安有这么大的才情？沈慧安，你既有此等本事，为何不一早就展现出来？你若一早就展现出来，何故于每日舞刀弄枪，惹人非议啊！哼。秦王殿下只看才学，我沈家靠的是真刀真枪，而非琴棋书画这些玩意儿。便是我会，又有何义务在秦王面前展现？你，沈姑娘说的极是，才与德，艺与武，本就没什么高低贵贱。老夫吃长几岁，能不能拜到老夫门下，做老夫一个关门弟子？什么？泰山大师竟然愿意收沈慧安为徒？泰山大师徒弟可以进入皇家内司，沈大姑娘这是要一步登天了呀！不行！我的意思是，姐姐无心才艺，定是不想被师承给束缚住。能得大师请来，是慧安的荣幸。弟子沈慧安拜见师父。老夫一生收弟子无数，却从没见过像你这般文武双全、天赋异禀的弟子。你作为我的徒儿，我感到非常的福气。好，起来吧。沈慧安留下，其他人退了吧。
害我当众丢脸，还抢了泰山大师的弟子名额。我一定要回去找父亲，处理你这个贱人。今日唤你来，是要给你一个拜师礼，你可愿入皇室内司？师父既问，慧安不敢隐瞒。慧安只想守住母亲留下的家业，死等心愿未完成，慧安不敢进皇家内司。你是要承袭侯府？你可知，一旦成爵，便不能再嫁作他人妇。先前听说你对那秦王李云茶，不过是以讹传讹。慧安一心只想光复门楣，无心儿女私情，此等心愿，还望师父成全。罢了，我和皇帝是故交，早些年还欠我一些人情，这等请求他会应允的，你想明白更好。多谢师父成全，弟子告退。这沈大姑娘和从前相比，变了不少。凤阳侯府那群人不过是仗着侯府示威，我这徒儿没人撑腰，既然我收他为徒，我就是他的衣钵，我这就修书一封给皇上，不光要让他成爵，还要解了他的后顾之忧。老爷，来喝口茶吧。啊，爹爹，娘亲，你在国子监出什么事了吗？今天泰山大师去国子监选徒，我差点就要成为泰山大师的徒弟，进入皇家内司了，都让姐姐给搅和了。你说什么？你姐搅和了你的机会？你说什么？你姐搅和了你的机会？本来是这样的，姐姐不知道用了什么取巧的方式，做了一副双面画作，不仅出尽了风头，还让泰山大师当众宣布收她为关门弟子。爹爹，姐姐马上就要进入皇家内司，怎么办啊？你是说沈慧安被泰山大师看上了？他有这本事吗？对呀，他不就是个草包吗？他怎么会作画的？这就是取巧。不过爹爹，现在外面都在传说，只有姐姐她才是真正的将门之后，您只是靠岳家起家，根本就撑不起门楣。这混账！那他现在人呢？启禀老爷，大姑娘回府了。让她滚进来见我。是。不用了。不知父亲这么着急唤我回来，所谓何事？慧安呐，我刚才听你妹妹说，你今日在国子监大放光彩，还抢了她进入皇家内司的机会，让我们侯府遭人非议，这是真是假呀？父亲，安娘近日在国子监大出风头是真，只是这让侯府遭人非议，这事得从何说起啊？大姑娘，你到现在还想抵赖吗？这都是小慈亲眼所见。就是，你今天害我在国子监丢那么大的脸，这丢来丢去，丢的不都是我们凤阳侯府的脸吗？二妹妹说笑了，这凤阳侯府呢，姓沈不姓孙，你孙新慈丢脸，关我凤阳侯府什么事？父亲，难道女儿说错了？你简直是混账！老爷，新慈再怎么说，那也是你亲妹妹，你不仅抢了她进入皇家内司的机会，还让我们侯府遭人非议，这就是你的不对。为父今日若不罚你，日后你还不定惹出什么祸端来。来人，将他送去祠堂面壁思过，没有我的允许，不准出来。我看谁敢！不知父亲今日罚我是用什么样的身份？
身份？我是你父亲，你说我什么身份？哼，罚你那是理所当然。大姑娘，你父亲可都是为了你好，你到现在还未出嫁就如此张扬跋扈，这要是名声传出去，以后哪家好人家敢娶你？就是啊，姐姐，你那么喜欢秦王殿下，再不好好经营经营名声，秦王殿下不要你了怎么办？上辈子我的名声就是被他们一点点败坏的，这一世还想故技重施。父亲，女儿没错，女儿不贵。你现在翅膀长硬了是吧？好，好，将沈惠安送去祠堂，必须有人押着他，跪够3个时辰为止。老爷，老爷，老爷，宫里的高公公来传旨了。老爷，宫里的高公公来传旨了。传旨？现在传什么旨？哎，老爷，凤阳侯府没了主心骨，您一直在争取的那个位置，莫不是有消息下来了？难道陛下要封我为凤阳侯？若是父亲成了凤阳侯，那我就是侯府正经小姐了。到时候沈惠安这个没娘的贱人还怎么压我呀？快请公公进来。是。臣孙熙祥恭迎圣旨，沈家嫡女沈惠安接旨。民女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凤阳侯府嫡女沈惠安在国子监经验四座，天资卓绝，朕闻之甚慰。念及凤阳侯府世代忠良，功在社稷。今沈氏惠安文武兼修，颇具乃族遗风，实为承爵之良选。特赐沈惠安承袭凤阳侯爵位，以彰其才，以慰忠良。承爵？这怎么是他？这不行，不可能！沈惠安她一个女子如何承爵？咱家的旨意还没宣读完，诸位也不必如此心急。可是新词不得无礼。公公，您继续。哼！令将军关云鹤少年英杰，战功赫赫，与沈氏惠安才貌相当，天作之合，特赐婚2人，不论嫁娶。3月后大婚，婚后世袭爵位，钦此。此婚还是和关云鹤？上辈子明明没有这种婚事，这怎么可能？公公，这安娘承爵，她一个女子，恐承管不了这侯府吧？怎么，3位是想抗旨不成？公公说笑了，臣不敢呐。臣只是觉得这安娘毕竟年幼无知，且是一女子，从未理过家事，让她掌管着凤阳侯府，恐难服众啊，更遑论承爵了。孙大人，这是不相信皇上的眼光啊！不，咱这来之前，皇上亲口说了，大姑娘在国子监一副双面画，惊艳四座。演武场上一边击落飞剑，骑射功夫更是了得。这样文武双全的姑娘，她不成爵，难道要让那些只会弹些勾栏小曲儿，上不得台面的庶女成爵不成？勾栏小曲，
他在说我吗？大姑娘，接旨吧。臣女沈惠安，谢主隆恩。有劳公公了。大姑娘，往后啊，您就是这侯府的主子了，主子就该有主子的样子。要是哪个不长眼的让您不顺心，可随时进宫面圣，咱家告退。恭送公公。沈惠安，你一个女子竟然想掌管侯府，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你如何服众，如何能掌管这偌大家业？二妹妹同我这样讲话，是没有听清楚旨意，还是要公然抗旨不成？大姑娘，你二妹妹不是这个意思，你怎么能说是抗旨呢？就是你年纪轻没经过事，到时候惹得皇上不快，连累了我们侯府怎么办？惠安啊，为父认为此事恐有不妥啊。你呢，现在就进宫面圣，告知陛下你年幼无知，请他收回成命。你不是喜欢前往礼云场吗？你听为父的，乖乖在家待着，为父保证你风光大嫁。父亲说笑了，这嫁给秦王当齐王妃，还是继承爵位当凤阳侯，孰轻孰重，女儿还是分得清的。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吧，你毕竟是个女子，嫁作人妇，长家算算账也就罢了，你想承袭这凤阳侯，恐怕没那么简单。父亲放心，女儿自有分寸，女儿自会料理好这侯府的一切，而你只需要像我母亲和我外祖父在世那样，掌管好后宅，安心颐养天年即可。女儿还有事儿，先告退了。父亲，您先别生气了，沈惠安成爵最快也要3个月，这现在侯府不还是在你手中吗？对呀，老爷，您经营侯府这么多年，拿捏她一个小丫头，这不是手到擒来吗？没错，他承袭侯府还有3个月的时间，一切还来得及。来人，吩咐下去，任何东西不许他用，任何人不许他调用。我就不信了，没我的允许，他沈惠安怎么掌管这偌大的凤阳侯府？姑娘，库房的钥匙要不过来，府中的下人又都是老爷的亲信，咱们想掌家怕是不容易啊。屋子里的那些掌柜呢，也一个都不来吗？听了老爷暗中的吩咐，无人敢来。老爷这么做就有些过分了，您到底是他的亲女儿，血浓于水，何必如此欺负呢？哼，他若真是宠爱我这个女儿，又怎么会养出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外甥女？我记得我还有一个舅舅。您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他本是老侯爷收养的一个义子，算是夫人的义兄，本也是老侯爷看中的继承人选。但是某一天被人发现和夫人发生了关系，就被赶出府了。我母亲和他义兄发生关系？当时大爷名叫沈峰，他本来和夫人关系很好，也深受老侯爷重用，但不知怎的，就突然被人发现在夫人床上。再后来就是老侯爷意外身亡，接着夫人也病逝，导致侯府日渐凋零，只剩下姑娘和老爷二人相依为命。此事只怕不是意外。什么？曾经我一直以为害死母亲的是杜米克母女的加害，现在看来恐怕都在孙希祥的设计之中，为的就是这侯府的爵位。可笑前世我完全没看出来，他慈爱的面孔下还藏着这样的心思。
我舅舅应该还在军中当值，你把这个给他，就说他侄女想他了，请他来府中小聚。按照他当年和外祖父的感情，他会来的。是。老爷，老爷，你不能进去啊！老爷，你不能进去呀！你总拦着我干什么？小姐，不知父亲前来，所谓何事啊？唉，为父呢，过来看看。慧安呐，你说你这也长家数日，是不是也体会到了这长家的不易了？这原本啊，就不是你一个女子所能承担得起的，更遑论成绝了。为父的意思呢，你趁早禀明圣上，省得拖的时间久了，反而更丢人。爹爹说的有道理，掌管侯府确实不易，的确不是安娘一个弱女子能够做到的。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放弃成绝？我之前听闻，我还有一个舅舅，他今日回京，我便要求他来家中做客。安娘相信啊，有舅舅的辅佐，我一定可以料理好侯府。小姐，沈家军他们到了。当真？夕阳西下，有枝环啊，想要晚霞。沈慧啊，给舅舅请啊！若遇着好孩子，快起！没想到一转眼就长这么大了，真像青儿姐。好孩子，当年是舅舅犯了昏，没能替你想得周全，这些年竟因这些旧事一直对你不闻不问，让你受了委屈，吃了苦头。阿娘不是怪舅舅，而是许久未见，倒是让舅舅见笑了。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大同、沈童、沈小童、沈妖童，快见见你们妹妹。见过慧安妹妹，见过慧安妹妹。慧安见过诸位哥哥，房间都准备好了，舅舅快随我去吧。你先带4位哥哥进去，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稍后再来找你们。舅舅。这几位哥哥，快随慧安来吧。哥哥请喝茶。父亲，这都是些什么人？父亲来的正好，快先上座，让安娘给你介绍介绍几位哥哥。慧安呐，什么哥哥舅舅的，为父怎么不知道啊？若真有，这么多年怎么会没有来往？是啊，大姑娘，谁不知沈老爷子只得夫人一个女儿，你哪来的舅舅？大姑娘年纪小，别被那些包藏祸心的奴才给哄骗了。
让那些三教九流进了府，平白生事。哼，惠安，不是为兄说你，你们这侯府可真没个规矩。主子说话，一个下人也能随意插嘴，且这下人当众指骂朝廷命官，哼，真是闻所未闻。你说我是下人？依大会律令，白身之人指骂朝廷命官，公然以下犯上，一经查实，杖30游街1日，以儆校友。妇人指骂朝廷命官，罪加1等。沈某不才，现任翰林院修撰一职。惠安，这等胆大妄为、辱骂朝廷命官的人，早晚闯出大祸。以为兄之见，直接捆了，押回丰安府依法处置才是正经。三弟四弟还不动手？你们这几个粗鄙的泥腿子，我看你们谁敢！动手！住手！我看你们谁敢动！惠安啊，你自己看看，哎，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私闯我侯府不说，竟敢对侯府的女眷随意动手，还有没有王法呀？女眷，姑丈大人，我那姑母早已经死了多年，这府中除了我这个妹妹，哪里还来的什么女眷？姑丈便是生气，也莫要拿此事开玩笑，说出去招人笑话。哼，我刚才都已经说过了，凤阳侯府没有什么舅老爷，我更不是你们的姑丈，也受不起你这一拜。至于你们从哪儿来的，还是回哪儿去吧。送客！爹爹，怎么能送客呢？我早已见过舅舅，怎么会连舅舅都认不出来？如果爹爹实在不信的话，大不了把族谱请过来，一查便知是不是舅舅的家人了。族谱？当年老狐狸屡次搪塞，未曾将沈风除名啊。沈惠安，为父的话你是不打算听是吧？啊，为父让你把他们赶出去，自然有为父的道理。你这是要忤逆父亲，做那不孝子吗？沈惠安啊，沈惠安，凭一本族谱就想借人进府，哼，惠美太可笑了。惠安怎敢忤逆您呢？只是若他们真是舅父一家的人，惠安现在把他们赶出去，伤了亲戚情谊不说，要是让外人听了去，要怎么评价惠安？怎么讨论侯府啊？孙西霞，啊！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啊？老子上门，你不出门迎接也就罢了，竟然还让小厮堵着门，拦着老子！呀，阿娘，你怎么跪在地上？这地上多凉啊！你们这几个小畜生啊，自己妹妹跪在地上都不知道扶起来吗？还不赶快扶起来！沈风，当年你被我岳父赶出这侯府，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脸回来！切！滚下去！老爷，你老子茶呢？是想渴死老子吗？舅舅请喝茶。还是我这外甥女儿懂事啊，比你这个父亲强多了。我刚才我讲到哪儿了？父亲，您刚才说当年……哦，对，当年老子被人算计，父亲赶我出府，却未动族谱，他老人家什么意思？不用老子明说吧。老子这么多年未曾回京，就是能想着你能好生对待俺的姐姐，
没曾想啊，这晴儿姐死了，你他娘的竟然还敢欺负俺娘！老子今儿告诉你，这侯府老子回定了，你他娘的算老几啊！凤阳侯府乃是沈氏门庭，老子是堂堂正正的沈家人，回不回来还由不得你这姓孙的在此叫嚣。狗日的兔崽子们，人家都指着鼻子骂到脸上了，你们还懂个屁的礼数规矩啊！先将那个臭娘们给老子拿下，拿着老子的名帖，将她送到凤安府衙查办。是。住手！住手！你们若敢碰我，侯府不会放过你们的。老爷，沈峰这个泼皮不要脸，他要是将杜氏带走，我在这侯府还能有什么脸面？沈慧安，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私闯侯府咱就不说了啊，还殴打你爹的妾室，你这是想活活气死你爹吗？父亲莫要生气了，都是柯姨娘出言不逊，才惹怒了哥哥和舅舅，事情变成这样，安娘也不想的。舅舅，今日之事都是安娘的错，你念在安娘的一份孝心上，就不要。安娘，妹妹，爹，妹妹被逼晕过去了。你这个老登啊，竟然敢吼安娘！这他是装的，这是装的，这是你们自己看看。你来人，快将安娘扶回房休息。哎，来，你们看看，他瞪我呀！他瞪我。你这个狗东西！老爷，老爷，竟然敢欺负安娘！来人呐！快来人呐！打人了！贱妇，闭嘴！沈峰，你知道我岳父当年赶你出侯府，你现在回来心生怨恨，大闹侯府，你还随意殴打我的女眷，我可是朝廷命官，你信不信我将你告到御前去？妾室，你出了这府门，老子管你娶什么东西！但如今你住着沈府的房，想着俺姐姐挣回了体面，想着沈府的尊荣，竟然娶回个妾，落俺姐姐的脸面，简直就是在找死！老爷，疼！沈峰，你给我放开！你当年做了那么多龌龊的事，你就不怕我把它说出来，让你在自己儿子面前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吗？你他娘的爱讲不讲，老子问心无愧，怕你个鸟啊！如今俺的姐姐已经不在了，你若不提当年之事还作罢，如今你既然提起了，老子这次回来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老爷，我现在问你，这妇人你到底发不发落？你若不发落，我定要将她拿送官府。你要是狠下心来将她发落，老子倒是可以卖安娘一个面子，省得安娘到时候醒来怪我这个舅舅不给她留体面，违了她的孝道。发落！来人！来人，发落！快将他拖出去打60板子！孙西霞，你混蛋！你孙西霞，将他拖出去打！你们这些不知礼数的下人啊！你们老爷都发话了，还不赶快将这个妇人给我拖出去打！放开我！老爷救我！老爷，放开我！
老爷，我错了，老爷，我错了，救命！沈风，今日之事，我一定要将你告到御前，你等着。传皇上口谕。口谕？你哪来的口谕？怎么，孙大人是想抗旨不成？还不赶快跪下！哎呀，这原话老子是记不住了，大概意思就是，我可以木修3月，住在沈府。你要是不愿意呢，你就可以告到御前。但是别怪我没提醒你，到时候挨了板子。哼！你是说你要在侯府住3个月？那不行，我不答应，不可能。哼，皇上都同意了，你不同意算个鸟啊！去你的！哼！沈风，你他娘！舅舅终究是个魔王啊，接下来的事情或许可以找他帮忙查明真相。阿娘，阿娘，你怎么样了？舅舅啊，已经替你收拾了那些人。舅舅，刚才阿娘撞晕失属情非得已，害舅舅担心是阿娘不孝，阿娘这就给舅舅请罪。无妨，无妨，舅舅不怪你，只是没想到那个姓孙的竟如此不作为。若不是我今日回来，你不定会被他们欺负成什么样子。我早应该回来才对。阿娘不怪舅舅，只是今日阿娘叫舅舅回府，还有一事相求。孙熙祥和杜美科谋害母亲，妄图侵占侯府，还请舅舅替阿娘做主。什么？孙熙祥竟然敢谋害亲姐？是。起来。舅舅有所不知，当年您离开侯府之后，不久母亲便惨死，这些年府内大小事务尽数落在父亲手中。父亲不仅找了外室，还和那外室合谋，妄图将我嫁出侯府，好夺了我的继承权。放肆！他狗日的孙熙祥竟然敢肖想侯府，谋害亲姐！你给我等着！看来我卸他一条胳膊还是太便宜他了，我这就去扒了他的皮！舅舅且慢，现在我没有实质证据，此刻动手岂非打草惊蛇？那你如何打算？自打皇上下旨之后，父亲便用各种方法阻挠安娘掌家，只是他今日挨了打，此刻必定有劲用怒。我们不如趁现在他还没有设下防备，先将侯府的东西拿回来。好，他孙熙祥一个赘婿，竟然还想阻止你掌家！你等着，舅舅这就让那老小子把吞了侯府的东西全部吐出来！哎呀，你快点的吧！你屁股重要，我胳膊重要啊！啊！你重要，您重要，真是岂有此理！我不过一会儿不在家，他竟然将爹娘生成这个样子，大逆不道，长孙正去！你们干什么呢？谁让你们进这儿的？一群粗鄙的泥腿子，也敢进我爹爹的院子！侯府里的人呢？爹娘！我妹妹要掌家，我等奉父亲的命令拿回属于侯府的东西，识相的给我让开！
拿我侯府的东西啊！我看你们谁敢！就是，这是我爹爹的府邸，跟那沈慧安有什么关系？整个侯府都是我妹妹的，更别提这几样东西了。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搬！是。凡是看得见的、摸得到的，都给我搬手！要是有人阻拦，给我拿下！老爷，太过分了！谁也不许动啊！别拿了，住手啊！放回去！这是我们家的。我好不容易搜罗的字画，我高得的是好书写，我娘的，我的！你们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这是我爹送我的翡翠，凭什么给他沈慧安啊？姓沈的太过分了！我好歹是你姑丈嘛！啊，你信不信？我把你们告到朝廷，治你个大不敬之罪！没错，大不敬。姑丈，你别忘了，你住的是沈家的宅子，用的是沈家的银子，就连这上不了台面的外室母女，也是用沈家的金银来养着。到现在，你倒有脸说这些东西是你的了？再废话，我不介意卸掉你另外一只胳膊。太过分了，太他娘过分了！我跟他们拼了，跟他们拼了！爷，老爷！疼啊！慢点，慢点，慢点！哎，老爷，你消消气。银钱没了，便没了。可是咱们还有人呢。是啊，爹爹，他们人多势众，这样去肯定会被他们欺负的。对呀，他们能搬救兵，我怎么就不能搬救兵呢？啊！莫说在朝堂上有魏亲侯替我说话，就这些年，那些族老们拿了我多少钱？他们总不能光拿钱不办事吧？走，给他们写信，请他们入府。之前我给青儿姐买的发簪，还有陛下赏赐的绫罗绸缎和各种珍稀玩意儿，全他娘的不见了，定是那姓孙的狗东西讨好那外室给用了。怎么了，娘？是不是发现那姓孙的谋害青儿姐的证据了？没有，不过确实找到些有意思的东西。姑娘不好了，族中有头有脸的族老们都来了，此刻正在前厅等着呢。族老？他们来干什么？是老爷找来的，说是您要掌管侯府，就都闹上门来了，一个个义愤填膺的，说是不能让姑娘坏了侯府的规矩。一群狗屁牢骚的老东西，老子不去找他们，他们倒自己送上门来啊！想欺负安娘，也要问问我答不答应。安娘，舅舅先去会会他们。正好，也该清清侯府这些年的烂账了。去通知各大毒坊、青楼还有妓院，就说侯府旁支欠得上，侯府不会替他们还了。若是还想要这笔钱的话，就赶紧上门来拿人，把这个给关云鹤送去，给关将军说一声，劳烦他带几个人过来，好好整治一下我们家这群毒瘤。关将军性子孤僻，从不与文官来往，他会来吗？以前可能不会，但现在有赐婚这层关系，他会来的。是。各位族老，各位贤侄，我孙某实在不想劳烦大家，但沈慧安确实是太过分了。自从沈清去世之后，我含辛茹苦将慧安养大，苦苦支撑着这沈家的门楣呀，但没想到养了一个白眼狼啊！我扪心自问，对得起他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他沈慧安却联合一个外人，将我这个父亲伤成这样，你们说，哎。
你是说安娘那丫头薄情寡义，为了侯府的掌家权伤了你这个父亲？这怎么可能呢？哎，是真的。大姐姐一向嚣张跋扈，前段时间泰山大师来国子监选徒弟，新子本来是有机会可以进皇家内司的，这样宫中有人也好为侯府其他人谋份差事。可没想到什么？没想到姐姐因为嫉恨我，使手段抢走了我泰山大师徒弟的位置，还丢了进皇家内司的机会，为了一己私欲，换来了承袭侯府的机会。啊？什么？啊！哼！不仅如此，他还四处传播谣言，说我和娘亲想要霸占侯府。可他也不想想，这侯府是沈家的，是各位族老的，即便他想要继承，也应该跟各位族老商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独行专横啊！哼，岂有此理！进入皇家内司是给侯府添彩的事，安娘怎么能如此目光短浅呢？如此浅薄之人，如何能料理好这偌大的侯府？哼！亏得我等连他自幼丧母，处处厚待于他，没想到他就是个白眼狼。若再不教训他，日后还不知道犯出什么天来。对，必须得教训一下。对，必须教训他，必须得教训。老子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的外甥女儿！沈风，你不是之前早就被赶出家门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老子姓沈，是堂堂正正的沈家人。滚下去！我怎么就不能出现在这里了？倒是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老东西，当年承着青儿姐的情，现如今却帮着是姓孙的狗屁玩意儿欺负青儿姐的女儿。说，刚才一个个不是挺能说的吗？现在怎么连个屁都不敢放了？好你个沈风，别以为你是个将军就能为所欲为。我告诉你，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官身的人，这里轮不到你如此放肆。这没错，这是侯府，可不是你那胡作非为的军营。哼，有官身又如何？有官身就可以私闯民宅，欺负一个小姑娘吗？你少血口喷人，分明是你强闯民宅，横行霸道，不然孙熙祥怎会请我等过来？强闯民宅？谁的宅子？他孙熙祥的吗？各位族老，这侯府什么时候不姓沈了，改姓他孙了？这里是姓沈，但也轮不到你这个有悖人伦的残渣在此说三道四。谁说我舅舅是有悖人伦的残渣？舅舅，沈慧安，你还有脸来啊？他作为沈家的养子，与你母亲做出那些苟且之事，他不是有悖人伦是什么？而你联合一个外人，将你父亲打成这样，你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我竟是不知道，一个靠着我祖父和我母亲面子换得官职的人，竟有资格对我说三道四，污蔑诋毁我的母亲。你这张嘴该打！该打！我看看今天谁敢打我！这怎么打人呢？你敢打我？就凭你的所作所为，打你都是轻的。先前一直没有机会澄清，今日各位族老都在，安娘便一次性把话说清楚。之前我母亲和我舅舅的事，乃是有人从中陷害，陷害他的人便是我的父亲孙熙祥。
这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孙希祥虽是个赘婿，却是沈清的丈夫，丈夫怎么可能往自己头上安绿帽子呢？就是孙希祥和沈清素来和睦，即便后来养了外室，那也是因为你母亲和舅舅的事情在先，这也算不得什么大过。倘若他与那外室早在我母亲过世之前便勾搭在一起了。这二人居然大姑娘，话可不能随便乱说。我知道这几年你一直记恨我和老爷，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是你的长辈啊。我的长辈里可没有一位姓杜的妾室。嬷嬷，我母亲与我舅舅的事情发生在8月20日，早在当年的3月20日，他们二人便早有往来，赠金银、送发钗，更是把那寺庙当作幽会之地。若是诸位不信的话，这有些当铺的票据以及寺庙香火的记录，大家可以逐一检阅。这是金银庄的账簿，这印记我认得。这上面是洪福庙的香客登记，这上头还有法号签押，做不得假。难不成孙希祥果真在沈清为了侯府征战立功之时，便与那外室女厮混在一起了？你胡说八道啊！这是假的，这是伪造的，他想陷害于我。这东西也不能证明，我给沈峰和沈清下药了。倘若我还有着沉香水呢？沉香水？这不是宫中早就明令禁止的秘药吗？怎么会出现在侯府啊？什么是沉香水？是一种宫中的禁药，传言1滴便能让烈女失节，2滴便能要人性命。你竟然将此药用在自己妻子身上！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别听他胡说八道。怎么不是？当年我母亲中了毒之后，为了不背叛你，从自己身上生生的割下一块肉，这些事情你难道全然不知吗？我什么？青儿姐她竟受了如此折磨，疼！你这个畜生！爷，老子今天非要杀了你！不，这药不是我买的，不是我。宫中秘药交易皆有记录，是不是你的药？我查一下便知。这册子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你怎么联络的人，怎么拿到的药，一步一步皆有证人画押。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啊？你怎么得到的这些？当年我得知母亲和舅舅的事情之后，我难道不会去查吗？是真的，竟然全部都是真的！你这个畜生，老子今天非要弄死你！疼！我承认，当年的药是我下的，但那又怎么样？我无非就是嫉妒沈峰和你娘过于亲近罢了。但你呢，沈慧安，你仗着你是侯府继承人的身份，在侯府里为所欲为，难道这也是假的吗？对呀，孙希祥算计沈清固然有错，可这沈慧安这般目光短浅，确实担待不起承袭侯府的重任呐。不错，不学无术、任性妄为也就算了，如今当着这么多长辈的面，对自己的父亲也敢动手，往后不知道还能翻出多少天来。岂止，我听说他当初为了纠缠秦王，无所不用其极，谁知道他现在争这个爵位，是不是为了讨好秦王啊？跪下！这说来说去啊，各位左老就是不想让我继承侯府。那我倒是想知道，
除了我，谁还有资格继承这侯府？俗话说得好，兄死弟及，弟死子承。你的母亲既已去世，你的父亲又是个赘婿，这侯爵之位自然就由我等你的舅舅舅公们来继承了。哼，你们来继承侯府？诸位族老，休要怪安娘说话不中听。在座的每一位，哪个不是整日赌博、赛马、寻欢作乐？就连府内的日常开销也要靠侯府支撑。就这样，还有资格说要继承侯府？虽然我等不成器，下面还有儿子孙子嘛，他哪一个不比你有出息啊？哈，哪个都比我有出息。您指的是整日趴在寡妇院上的三表哥，还是骑马都会腿抖的四表哥，还是那连写字都要被夸为庸才的五表哥？不管怎么样，总比你这个什么都不是的女子强嘛。既然各位族老都觉得家中儿郎比安娘要强的话，好，即今日起，侯府不再管各位的任何事情，还劳烦各位把这些年从侯府搬的东西、借的银票通通都还回来。什么时候这账清了，什么时候我们再来论谁强谁弱也不迟。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侯府内所剩的一切皆是我母亲所留，就连外公留的东西也早已归入我名下。诸位抢走了侯爷的位置，难道还要恬不知耻的让安娘继续养着吗？没错，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儿让一个女人养着，真是不知羞耻！好你个沈慧安、沈凤，别以为我们离开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今天我还真就不吃这嗟来之食！哼！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回家，亲娘们还给他！不好了，出大事了！侯府外面有好多要账的。你说什么？外面怎么了？启禀老爷，外面那些都是永安赌坊和凤凰楼的人，他们说要各位老爷还账。另外，什么？关将军还带着人守着门口，说要进来抓人。永安赌坊、凤凰楼，那可是三皇子和五皇子的产业，先前不是让你拿了银子去还了吗？我是拿去还了呀，可他非要拉着我继续赌。是啊，还有我那几个小娘子拉着我不让我走啊！这是以前的事啊，怎么现在怎么办？不管是谁欠了他们银子被抓到，可都是要剁手的呀！你问我问谁呀？这，哎呀，这安娘，要不你先替我们把银子给垫上，回头我们拿到银钱一并还给你。是啊。这前账不清后账免谈的道理，诸位是懂的呀。我若替各位填了这窟窿，日后你们又说我苛待族老，安娘可不愿意花这冤枉钱。对，是你叫我们来的，这窟窿也是你捅的，你替我把钱还了。我之前的银子全亏空没有了，我哪还有钱啊？诸位还不知道吧？前2日我爹爹可是发了一笔大财，那银票可是整箱整箱的往院里搬啊，数都数不清呢。啊！哼！你好，不是，我跟你说，你们别听他胡说八道，我真的没有钱。你之前从我们这儿拿了银子，说是开铺子的呀。还有我们的，你最近还说要做一笔大买卖，肯定能赚钱，结果最后把我们全家10年的银子全赔进去了。还有我的，不是，你们听我说，大家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他就是故意的，想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对，别相信他说的啊！我要有钱，我能不给你们吗？可我怎么听说你拿这笔银票去放印子钱，还有一笔被官兵查收了，至今都没要回来。沈慧安，你完没完？人在做，天在看，你犯的那些账还没有算完，我怎么能完呢？所以说，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你这个孽障！你看我今天打不打死你就完了！老爷，姓沈的又打我。孙熙祥孙大人何在？
我在，我在。啊！本将军接到线报，说有人私放印子钱，盘剥百姓，证据确凿。本官带刑部即刻缉拿。放开！就算本官放印子钱，那也应该由市以司来抓我呀，关你们刑部什么事儿啊？啊！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公报私仇？本官跟你哪来的公，哪来的私？再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带刑部来抓你？因为你私放印子钱，害死了182人。还愣着干什么？把人带走！放开我！放开！我告诉你，我是魏清侯的人。谁？魏清侯？就是那个统领10万大军、最受皇上宠爱的魏清侯。这魏清侯臣子都不敢惹他，所以相信竟然是他的人。父亲，这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怎么，怕了吧？我跟你们说，识相的，赶紧给我放开，要不然魏清侯怪罪下来，你们谁也跑不掉。我倒是想看看魏清侯到底会不会帮你。关将军，把人带走吧。带走。行，等着。你们几个还不走，是等着一起被抓吗？走。走。阿娘，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先前便查出了父亲在暗地里有私，并邀请关将军一起做了场戏，只是没想到竟钓出一条大鱼。什么？你们这是在做戏？也不算是做戏，至少他放印子钱是真的，逼死百姓也是真的。按照律法，他也是该被抓捕审问。但为什么会是你啊？我记得之前好像皇上给你和安娘赐了婚啊。你们什么时候？舅舅，我还有些话要同关将军讲，要不你先……行，我回避行了吧？哎，真是女大不中留啊！今日之事，多谢关长。不必多谢，举手之劳罢了，不足挂齿。毕竟此事不在关将军的职责范围内，而且有关魏清侯，日后恐怕要连累将军了。此事事关百姓，怎能算连累？再说，如今你我2人有了婚约，就算连累也没什么。说到婚约，先前我与将军并不算熟识，将军可知道这婚约是怎么回事？凤阳侯府那群人不过是仗着侯府示威，我这徒儿没人撑腰，既然我收他为徒，我就是他的依仗，我这就修书一封给皇上，不光让他成爵，还让他解了他的后顾之忧。我是要给他寻一门好亲事，不知关将军可有意中人？如果没有，你看我这徒弟怎么样？大姑娘可是对此婚不满？不，我只是担心师父自作主张，耽误了将军的好姻缘。我既然没有拒绝赐婚，就代表没有意中人，更没有所谓什么好姻缘。赐婚，他竟然是提前知道的吗？并且没有拒绝。前世我虽然一门心思在凌云朝身上，不关注外男，但也知道这心中爱慕关云鹤的女子如过江之鲫，但他性子冷淡，从不与女子走近，这次怎么会？之后孙熙祥的事情，大姑娘如何处理？我事前并没有想到这件事会跟魏清河有关，如果他执意要插手，那我只能应对。只是父亲那边还要劳烦将军了。乐意之极。爹，老爷，
他沈惠安竟真让人把老爷抓起来了，他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哎呀，现在说这个有个屁用啊！赶紧想办法把我弄出去。老爷，您不是魏清侯的人吗？而且当年是他给你毒死沈清的毒药，这事就应该找他呀。你是不是觉得我死得太慢了啊？你再大点声呗。当年魏清侯帮我，那是想让我做凤阳侯，然后在朝堂上替他说话，眼看着这事儿就要成了，谁成想半路杀出一个沈惠安。那爹，我们去帮你求魏清侯，他肯定不会不管你的。行，来，帮我解开。解开哪儿啊？脖子！拿着这个去找魏清侯，告诉他，如果他能帮我做了那凤阳侯，侯府的家产分他一半，让他捎带手把沈惠安也解决了。之后就是我爹，我亲爹。去呀！好的，老爷，我这就去办。走。孙希祥那边有消息了吗？暂时没有消息。不会啊，吃了那么大亏，孙希祥应该有所行动才是。我记得前世孙希祥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平息过一场马瘟，得到众人的赞许，后面顺理成章成为了凤阳侯。说我能先他一步，这时稳坐凤阳侯位置的就是我了。姑娘，大事不好了！何事如此慌张？是沈将军在军中养的马，不知为何染上了马瘟，现在全城戒严，皇城司的人在城中到处捕杀马匹，连带着相同病症的人都被一并带走了。你说什么？马瘟？是。那这就怎么样了？沈大人倒是还好，可如今关键是姑娘您，不知何人在外头散布谣言，说什么？说姑娘您和沈大人联合起来贪污军饷，这才导致了今日之祸。现在魏清侯正带着人朝着咱们侯府来了。什么？快出来！真是丧心病狂！沈惠安贪污军饷，造成马瘟疫病，本侯奉旨调查。沈惠安，出来跟本侯走一趟吧。沈惠安，快出来！沈惠安贪污军饷，不配为侯。对，这个女人目光如此短浅，就她这样的还想当侯爷？烧了神府，烧了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烧死他！烧死他！这是造谣，他们怎么能如此污蔑姑娘？我去找他们理论去。惠安呐，为父早就说过，你做不了凤阳侯。你看看，这圣旨才下了几天呢，你就惹出这么大的祸事，你让侯府以后怎么办呢？这些事都是你做的，大姑娘，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老爷不过就是稍微一出手，给你点教训罢了，免得你目无尊卑，连对老爷最起码的礼数都没了。主子说话，哪有你这个贱婢插嘴的份儿？你死到临头了，还不知悔改！哎呀，行了，你也知道他都快死了，跟他计较什么？女儿啊，为父呢也是心善，奉劝你一句，你现在出门跪在全城百姓面前，承认自己做不了这凤阳侯，我呢就求魏亲侯放你一马。父亲笃定我解决不了此事？哎呦，你说你一个弱女子，无非就是仗着这侯府的体面，读了点书，习了点武，如此棘手的事情，你怎么解决？这天底下终归是男子的天下，大姑娘再不甘心，也得认命吧。我若是不答应，哎呀，
那只能为父替你承担这一切了。烧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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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爷，请上来说话。各位父老乡亲，今日之事，皆因我大女儿肆意妄为，非要做这凤阳侯，甚至不惜将他舅舅从军中请回来主持家道，才会酿下此等苦果。我身为父亲，替他向大家道歉了。我就说沈将军怎么会监管不力？原来是被强行带回来处理家务，这不是以死废公吗？呸！就他这样的人也配当侯爷？岂止这些，他甚至为了一己私欲，仗着跟皇后娘娘关系好，还逼得战功赫赫的关将军与他成亲。什么？关将军可是东征大英雄，他一个落魄嫡女，怎么能逼迫大将军与他成婚？他沈惠安眼中还有王法吗？一定要替将军讨回公道，绝不能让那个贱女人玷污了将军。就是，滚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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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惠安勾结沈峰，贪污军饷，致使军营爆发马邑，此事已然查明。你即刻跟我们回去受审。来人，速速将沈惠安缉拿归营。是。慢着！哎呦，这官兵来了，快走快走快走！如果爱是随风而起，我该如何才能平息？拼尽全力不能和你重叠这轨迹。今日凤阳侯府好生热闹。关云鹤，他怎么来了？他可是皇上面前的红人，怠慢不得。关将军，不知关将军前来所为何事？恰好路过，看见侯府热闹，就前来瞧瞧。只是不知微亲侯前来拿人是奉了谁的旨意？可有刑部的缉拿文书，或是大理寺的批文？将军有所不知，本侯也是奉命前来调查马温一事。如今京城人心惶惶，百姓苦不堪言，皆因此二人贪污军饷所致。本侯身为微亲侯，自然维护京城安危，带他回去问话，也是情理之中。意思就是还没查清楚，便要拿人，这是遵的谁的法？奉的又是谁的旨意？将军，这话是本侯行事何时需要向将军交代？微亲侯行事自然不必向我交代，只是凤阳侯府世代忠良，沈老将军更是为国征战一生，本将军有义务维护侯府，不受奸佞所害。说我是奸佞？关云鹤，这里可是京城，可不比你的军营。你即便要插手，也得看看合不合时宜，合不合规矩。好。你这是何意？微亲侯也知道我是军营出身，我这些下属也都是东江战场厮杀活下来的。至于出手有没有分寸，讲不讲道理，微亲侯可以试试。你在威胁我？关将军，
沈惠安贪污军中军饷，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你为何要如此帮他？你就不怕他拖累你？就是，他沈惠安一旦罪名查实，那可是朝廷钦犯呀。关将军，您可是东征英雄，难不成你要为了他与朝廷作对吗？我大姐姐最擅长装可怜，蛊惑人心。关将军你，莫要被他给欺骗了。关将军，我的女儿，我最了解，她根本不配为侯，更别说还妄想嫁给您了。我这个做父亲的就替她做主，解除了你们之间的婚约，圣上那里呢？我自会进宫严明。关将军，您呐，也就不用再维护于他了。好了，这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京城马温的事吗？倘若我要是能平息这场矛盾，就凭你能平息马温？大姑娘都到这节骨眼了，你就别逞能了。惠安呐，这马温来得如此之急，连京中的名医圣手都无可奈何，更别说你了。父亲知道你有点野心，想做这凤阳侯，但你自己没有这个本事。哼，好好掂量掂量，能不能扛得起头上这块匾啊？我还没事呢，你怎么知道不行？外祖在世时在军中威望极高，不只因他武艺高强，更因他还精通医理，诊治人畜皆不在话下。我虽不曾如他老人家那般上阵行曲，可医治区区马温自是不在话下。方嬷嬷，帮我取几味药材来，顺便帮我准备一下。是。这是要做什么？难道是现场制药不成？装模作样罢了，无非就是想在众人面前虚张声势。没错，沈惠安不过幼时读了点书，习了点武，但治好京中名医都无可奈何的马温，哼，绝无可能。只需等俺娘治疗不成，丢尽颜面后，我再当着京中百姓的面出手，力挽狂澜。那自此，众人只会推举我孙熙祥做这个凤阳侯。麻烦关将军找一匹匹马来吧。好。你说他有什么办法？这马要怎么做？不知道，这还能有什么办法？这马都病成这样了，还能治吗？根本不可能啊！根本现在还在逞能，也不看看什么时候。就是。你看看，能行啊！天哪，姐姐，这马本来还有救，这下被你给治死了。姐姐，我们早就跟你说了，你不行。你看，这下出事了吧？这可是军马呀，害死军马是要坐牢的。女儿啊，为父要是知道你不懂医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你出手啊！沈惠安，刚刚说你还不承认，你看把马儿噎死了吧，害死军马，该当何罪？你看这，你看，这药马才刚喝下，你们怎么就笃定他必死呢？这马儿口吐白沫，分明就是将你给噎死了。关将军，你看，让你别替他说话吧。我觉得沈大姑娘说的对。什么？起来了！你看，真治好了！站起来了！这马活了！这太厉害了！真的活了？不可能吧？这马温横行这么多年，没听说谁能把他治好啊！这沈惠安真有本事啊！竟然比军营中的军医还厉害了！不可能，沈惠安，你根本就不会医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不是说你女儿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草包吗？她怎么会如此精湛的医术？这绝对不可能啊！她只是小时候跟她外祖学过一点东西啊。这些年我一直放任，没让她学过任何东西。对，这一定是回光返照。没错，这马温横行多年，从没有人治得好他。她一个黄毛丫头，怎么可能做得到？她一定是给这个马施了回光返照的药，否则如何解释那马先前的口吐白沫呢？对，哎，沈慧安，你在侯府和国子监弄虚作假就算了啊，这可事关马温，你不会医术，你逞什么能啊？哼，谁说我不会医术的？你一直在后宅，如何习得医术？我本就是沈家的嫡女，读的是四书五经，习的是百家五略，略懂旁门技艺。这微微医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说的有点道理。先前就听说沈慧安在国子监才艺惊艳众人，才会被泰山大师破格收徒。是啊，要是没有真才实学的话，那泰山大师怎么可能收他为徒啊？对呀，是啊。大姐姐，治疗马儿本就不难，你即便侥幸治好了一匹马，又能算得了什么？马儿又不会开口说话，你若是能医治好因为马瘟无故感染的人，那才是对大会有贡献。对啊，治好马算什么呀？治好人那才是关键。就是，那就得找一个得了马瘟的人，我现场救治。我会医术，谁愿意让我医治？不行，我可不那么小，受不了。这我不敢来，这谁敢冒险？太吓人了。我来。哎呀！反正治不治都是死，还不如一试。我愿意让沈姑娘医治。这位公子，你可想好了，我大姐姐本就医术泛泛，可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症。你确定要将你的命交到他这样的人手中吗？反正得了马瘟，也没什么活路了，还不如让姑娘一试。公子放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大姐姐，你可得仔细些，这人可不比牲畜，这要是做错了，可是害了一条人命啊！凤阳府可是要来抓你的。这些得了马瘟的人，即便是京中最好的名医圣手都治不好，我就不信你沈慧安能治得好他们。治疗人和治疗马不同，人须得先清夺喜，再固本培元，一步都不能出错。姑娘，药熬好了，喝下去。你怎么了？你怎么吐血了？哎呀，姐姐，我早就说了，我姐姐不会医术，你看又闯祸了吧？来，你看都看看啊，根本就不行。我就说他之前是装的吧？啊，这马瘟100年来根本无人可治，她一个未出阁的小姐，怎么可能解决得了？治疗疫病绝非易事，也许你有些医术傍身，但想治好瘟疫，无非是痴人说梦。即便你今日治好了那匹马，你也无法抵掉你和沈峰玩忽职守的事，所以你还要跟我们走一趟。治疗还没结束，微亲侯不必如此着急下结论。
醒了，我儿子醒了。怎么样啊？我好像真的是好了，身上也不痒了，胸口也不疼了。天娘呀！公子小姐竟然真的把你给治好了，她可真是个活菩萨呀！小姐真厉害，儿子，快来给活菩萨磕头。活菩萨，我们给您磕头了，谢谢您救了我儿子，我们给您磕头了。什么？哇，这也太厉害了！真的能治疗马瘟？治啊！那岂不是说我以后就不用怕马瘟了？对呀、就是啊，这沈大小姐真的是活神仙呀！哦，不是活菩萨。哎呀，真厉害！她为凤阳侯，果真没错呀！我们大会有救了。活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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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可能！沈慧安，你医术何时如此高明？这绝对是假的！又是活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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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活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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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菩萨。孙大人，你在干什么？啊，我就是想看看他好了没有。那你手里拿的什么？我手里，什么都没有。来人，把他手里东西给我下了。这是何物啊？这是何物啊？孙大人，这个就是我平常自己吃的补药，补药，我看是毒药吧。啊！这瓷瓶不像是大辉的，倒像是东江的启。不，孙大人和东江人很熟啊。东江和大辉势同水火，从不贸易往来，他怎么会有东江人的药瓶啊？关将军常年和东江人打仗，一定不会看错，他暗中勾结东江，他一定是东江人的奸细，奸细，奸细，是不是毒药？一试便知。方嬷嬷，劳烦您去抓一只老鼠来。是。哎，你瞅瞅，那老鼠喝了，哎，喝了。啊，将军，老鼠死了！啊！哎，你们看，老鼠死了！啊，真是我的天哪，老鼠真的死了！死了！他果然要害人！呸，就是毒药！一个侯府赘婿，不好好扶持侯府就算了，竟然还想算计自己的女儿，谋夺侯府的位置，这还是人吗？真是臭不要脸！太不要脸了！赘婿，不要脸，这两个字坏成这个样子，就是毒药，这有什么好说的？我买药的时候，他就拿这个瓶装的。你们这是陷害，这是陷害！对啊，你们怎么就认定这个药一定是老爷的呢？说不定是有人故意放老爷身上的。对呀。还有一事，威亲侯来的倒是也巧，前脚马瘟爆发，后脚便带人来上门拿人。不知威亲侯与孙大人是什么关系？不是，侯爷，你得帮我说句话呀！啊，我帮你做了那么多的事，你不能不管我呀！我与东江人绝无瓜葛呀！为威亲侯做事，做什么事啊？
难道这一切都和魏亲侯有关？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这么多人面攀咬我，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吗？住口！孙希祥，你勾结东江人，证据确凿，还敢在这里攀咬本侯？证据确凿，还敢在这里攀咬本侯？你敢打我啊，魏亲侯？你的那些事儿我可都……将孙希祥押入刑部大牢，严加审讯，勾结东江，意图毒害百姓，此等罪孽不可轻饶。魏亲侯，我告诉你啊，别给我惹急了，你的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信任了，带下去。老爷，老爷！沈慧安，孙希祥虽然有罪，但是你和你舅舅也并不清白。这马温因你而起，军营因你而乱，此等罪名你逃不掉。来人，把沈慧安带走。慢着，马温早在3月之前便已在边境出现，皇上命本将军秘密调查，此事与沈大姑娘还有沈将军毫无关系。你说无关就无关，证据呢？此乃皇上密旨，上面清清楚楚写着马温爆发的时间与地点。怎么，魏亲侯不信？你是想打开这密旨看看，还是想亲自进宫问圣？圣旨到！沈慧安接旨。臣女沈慧安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凤阳侯府嫡女沈慧安救治马温有功，救民于水火，振兴甚慰。特赐沈慧安金鱼服一枚，可参与朝政议事，协理军中马政，并赐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以彰其功。孙希祥勾结东江，罪证确凿，着即革去官职，押入刑部，听候发落。钦此。金鱼服，那可是朝廷重臣才有的东西，即便是我都没有。沈大姑娘，这是要一步登天的。钦此。金鱼府参议朝政，我终于将凤阳侯府握在了自己手中。母亲，您看到了吗？安娘做的。臣女沈慧安谢皇上隆恩。那咱家就先告退了。恭送公公。皇上亲自下的旨，魏亲侯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吗？既然是陛下亲自下的旨，那就证明之前我们全都是误，是江某逾越了。日后江某必将亲自登门谢罪。本侯公务繁忙，就不在这里多做叨扰了。哼！今日多谢关将军出手相救，若非将军及时赶到，小女恐怕百口莫辩。哎，大姑娘不必多礼，救治马文是凭你的真本事。
郡主，郡主，我爹要是被抓走了，那凤阳侯府以后就是沈惠安说了算，他一定不会放过我和我娘的。凤阳侯府的事与我何干？郡主，我在凤阳府受欺负是小，但是他现在如此风光无量，又如此受百姓拥护，就怕什么？就怕沈惠安他为了提前封侯，会有关将军提前大婚，那关将军这辈子可就跟沈惠安绑死了。不行，想当关将军夫人，他沈惠安还不配。我这里有一瓶药，只要稍微一碰，便能情欲上身。你把这药给沈惠安用上，他只要当众失了名气，关将军一定会退婚。可是没有什么可是，你听我的，或许还能活。你要是不听我的，我现在就可以让你死。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办。怎么了？啊！大姐姐，我知道错了，之前是我们对不起你，求求你不要跟我们计较了，好不好？啊，对呀，我们之前是被祝由蒙了心，但是从今以后，我们绝对一心向善，洗心革面。洗心革面，一心向善。哎，你们之前害死我母亲时，可有想过半分一心向善？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们连同我父亲一起伤害我母亲的事情，不会以为我不知道吧？还有你孙新慈，表面上与我相好，实则背地里所用我做各种蠢事，祸害我的名声。这些事不会都以为我不知道吧？哎呀，那都是被迫的，都是孙希祥，是孙希祥逼迫我们这么做的。对啊，都是孙希祥，要不是他，我们也不会跟你作对啊，大姐姐。对啊，行，剩下的话留到刑部大牢说。来人！不行，我求你了，你原谅我们吧，我不能进大牢，进牢里我这辈子就毁了。求求你姐姐，你放过我吧，我是你亲妹妹啊，姐姐。新慈，沈惠安，你要是非要如此，那你就跟我们一起下地狱吧。快起来！沈惠安，这个毒药瓶里装的是会让你沦为一瓦当夫的毒药，你就跟着我们一起下地狱吧！愣着干什么？把人带下去！是。别碰我！别碰我！走，快点！怎么样？没事吧？急火攻心，阴阳错了，是中毒的症状。前世就是被这外室母女所害，如今好不容易拿到我想要的，绝不能就此毁一的。关元和，送我回房间。去打2盆冷水，再叫个大夫，快！就别追问因果落地生根，便是浮沉，生死常有常闻，心存宽仁，
你放心，我不会乘人之危。我去喊婢女和大夫进来。别走，别走！孙熙晓还在府里，我怕可能还会生出祸端。能有几人躲得过缘劫中的情困？你别紧张，下人去准备解药和冷水了。你先休息会儿。放心，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不会离开。我愿埋名隐姓给你安稳，只此一吻，我无疾无怨无嗔。你望一眼一眼再一眼，别默你入心间，许我执着苍生，以为你执念。可你一遍一遍再一遍，沈慧安，这与你不合。关云河，我们已经订婚了，早晚都会圆房的，不如我们就先圆房。还是说你不想跟我成亲？你心里已经有别人了？没有回答，那便是没有。晚风知我心皎洁，等你也照人间。离山河同作成夜，你望一眼一眼再一眼，别默你入心间。是我执着苍生，以为你执念。你醒了？昨日不是挺大胆的吗？今天就这点本事？我起来吧，让大夫给你把把脉。怎么样？回关将军，幸好及时解了毒，此毒名叫忘川，乃东江秘制之毒，此物毒性极烈，只需分毫便能令人神志不清，欲念焚身，痴缠终身。要是见了血，药性便会随血脉攻心，半个时辰内若不解毒，轻则癫狂失智，重则七窍流血。下去吧。像孙新慈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将军，那个孙新慈已经招了，他说他的东西是郡主给的。江红玉，你说这江丹有没有可能是东江人？此话怎讲？那个，我之前调查过，害死我母亲的药可能是从东江来的，
还有今日的忘川，也是从东江来的，包括那日的瓷瓶，也可能是从东江来的。最重要的是，我听舅舅曾经提起过，那江丹身上有东江人的图腾。你的意思是，他是东江人，故意潜伏在大辉？不仅仅如此，前世李云长就和他来往甚密，甚至约定好8月18谋反。8月18，今天什么日子？8月18，怎么了？不好，皇上有难！江丹和李云长果然都在里面，皇上已经被他们控制住了。皇上，老臣有要事相商。叛徒！你们一个一个的，全都是叛徒！皇上，如今三皇子当继承大统，您也是时候退位了。您若是能把退位诏书签了，老臣当保你一命。哼，您若是不签，老臣便剁了你这根手指头！现在怎么办？周围的侍卫已经被我们解决掉了，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救出皇上。我去引开他们注意力，你见机行事。去，把皇上的退位诏书请过来。我有办法了。陛下，还请您在这退位诏书上签字画押。好，我答应你们。笔墨纸砚伺候。哎，放下，就在这儿写。你，等一下。沈惠安，又是你！关云鹤，你怎么在？关云鹤，你怎么在这里？自然是因为我们早就看穿你的预谋。沈惠安，李云长，你这个逆子，你竟敢谋朝弑父！我真的是后悔当初生了你这个孽种。秦王，看看吧，这就是你的好父皇。你之前舍不得杀他，现在他可要杀你了。可是，殿下，你若真的动了手，可就是板上钉钉的叛国贼了。为什么？因为你身边的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大辉的人，他是东江的逆贼。凭什么你说我是东江人，我就得是东江人？东江人身上有特有的图腾，是不是？试试便知道。关将军，保护好皇上。这枚狼头令牌是东江皇室特有的信物，加上你这图腾，你还说你不是东江人？你竟然是东江人！哼，就算我是东江人，那又怎么样？事已至此，
还想反悔不成？要知道，逼宫弑父的罪名也不小啊！哼！来人！来人！来人！不用喊了，你安排在殿外那些人已经被解决完了。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来只能靠我自己了。呀！嘿！来人，把他们都带下去。哼！你们以为抓了我就没事了？我告诉你们，我已经在城外布满了士兵，只要我的人一放信号，他们就会杀入城中。你们所有人都得死！怎么，你还不死心？你在城外的那些大军早就被我们抓了。什么？带上来！你们怎么也来了？孙西祥，我不是帮你出去当军队的吗？我出去，我出城了，但遭到埋伏，大军也全军覆没了。我们输了。启禀陛下，东江奸细江丹、江红玉、叛军三皇子李云长、罪臣孙西祥等均已被俘。好，全都押入天牢。江丹等人立刻处决。三皇子李云长率兵逼宫，意欲弑父，罪大恶极，天理不容，一同处死，绝不姑息。臣领旨。把人都带下去。起来，走，快点，走，快点。沈惠安，臣在。你与关将军护驾有功，忠勇可嘉，朕赐你们黄金1000两，准你们2人即刻大婚。婚后，沈惠安进爵凤阳侯，世袭罔替。这云鹤啊，朕封你为镇国大将军，赐你良田千亩，花地1座，以酬其功，以扬其忠。谢陛下隆恩。平身吧。母亲，害你的人，女儿都已经替你讨回公道。江丹、孙西祥还有那杜美克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枚狼头令是东江皇祖的信物，若不是孙西祥和江丹勾结，母亲也不至于。今日我便用这枚令牌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往昔故事心中放，多少眷恋难相忘。好孩子，若你母亲在天有灵，定会为你骄傲。你不仅为你母亲报了仇，而且还拯救了整个京城100万百姓。舅舅，还有一事，半月后的成爵大典，请舅舅替安娘压阵。那是自然，谁要是敢不给你面子，舅舅我第一个不答应。
别说是东江奸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给我外甥女让路。还有我们。妹妹放心，翰林院的同僚我都已经打点好了，还有江丹和秦王的案子，我也写好了奏折，要昭告天下。军营中的兄弟们都支持你，大家都知道是你识破了东江奸细，救了京城。还有这位关将军，他若是敢对你不敬，你也可以告诉哥哥们，哥哥们替你出头。是好看啊，真是喜庆啊，真气派！哎，来了！就是他识破了东江奸细，救了我们全城的百姓。沈家满门忠烈，女英雄啊！凤阳侯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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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沈氏惠安文武双全，忠勇可嘉，识破东江奸细，护佑京城百万百姓，功在社稷，特封为凤阳侯，世袭罔替，10亿3000户，赐婚关云鹤，二人结为夫妇，琴瑟和鸣，共护大徽江山。钦此，臣领旨谢恩。平身吧。沈惠安，你沈家一门3代忠烈，今日你又立下不世之功，大徽有你是朕之幸，是天下万民之幸。臣女定不负皇上的期望，护佑大徽百姓。好了，免礼吧，朕就不耽搁你们入洞房了。回宫。入洞房！关云鹤，我有没有和你说过我心悦你？我也是。关云鹤。难道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吗？